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，恭喜恭喜！我不知道这个影片是什么时候出，应该差不多过年的时候吧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Kara。今天的主题是2024年度的爱用面霜分享。今年用到好用的面霜其实还蛮多的，所以呢，花了一些时间把它整理啊。我会先从比较清爽的质地到比较滋润的质地去慢慢分享，因为我是敏感肌的关系，所以成分部分我会把关的比较严格。今天的所有产品都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和 PEG， 有少部分的产品是有添加植物的精油的。好，感兴趣的朋友们，我们就开始咯。第一个要分享的是最清爽的是这一款 Lidl 的 Panthenol B5 面霜，这款是凝胶质地的面霜，虽然它是凝胶质地，但是它不容易搓泥，它不会跟底妆打架，而且它的肤感非常的舒服，有一点点像精华凝胶的感觉，非常的保湿。它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和 PEG。我之前以为它是没有添加植物精油，它是有添加一种的类似艾草的成分，艾草精油，其他的就没有添加精油部分了，所以它的精油量很少，基本上都是一些植物的提取物，总成分大概有33种，主要成分添加了 2.99% 的 B5， 还有烟酰胺，另外有添加多种的植物提取物，还有多种的玻尿酸的成分。我觉得它的使用感受蛮温和的，不会有刺激感，而且它的香气我超喜欢的。其实它的香味是淡淡的，不是那种很强烈，因为它只有添加艾草的精油嘛，它里面也有添加一些鱼腥草啊、迷迭香之类的草本提取物成分叠在一起，我觉得这个香味很疗愈。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草类的香气，会有一种放松的感觉。我会想象到农田太阳开始下山的时候，那种要休息呢，那种氛围感，有一种放松神经的感觉。这个也是我喜欢它的其中原因。那香味部分呢，很个人，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。不过至少它的成分还有它的使用感都是很好、很温和的。第二款我要分享的是这一款Derma Factory 的修复霜，这个是后期才买的，后半年的时候才购入。它的质地是白色的面霜，会有很不错的保湿感，很舒适，有一定的锁水能力，吸收完之后也不会觉得有黏腻感，属于一年四季所有肌肤都适合使用的一款面霜。我很喜欢它的质地，很温和，我觉得它的舒缓效果还蛮不错的，特别有镇定的感觉。它的总成分大概有28种，主要成分添加了59% 的白桦树脂。白桦树脂它的保湿还有舒缓效果都非常好，还添加了神经酰胺 MP， 还有1% 的 B5， 2% 的橄榄油，以及一些植物的油脂，还有胆固醇、角鲨烷、澳洲坚果油、菜脂固醇、维他命 E 等等。成分里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完全没有香味的。而且这一瓶呢有150颗，非常的大容量，价格也非常的甜，在虾皮可以搜寻到，印象中好像200-300台币而已。我也很意外，这个价格可以买到这么好品质的面霜。我的使用感是很好的，很喜欢，它可以成为我的看门口的面霜，一年四季都适合用嘛。以前我是特别喜欢 Pyeongkang蓝色系列的那款保湿霜，那款的面霜成分很单纯，就10几种而已。这种类型的面霜呢，就很适合当成看门口面霜，一年四季所有情况都适合使用，敏感时候用也不会踩雷啊，它是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不会搓离的，这个我是很推荐的。接下来这款乳液也是我非常喜欢，是 Matsuyama 松山油脂的大豆神经酰胺乳液，它的整个系列基本上都是我今年的年度爱用之一。乳液用剩一点点，但是我有回购啊，有回购这个在日本买的，台湾也可以买得到，可以搜寻看看呢。今年呢，我用它除了涂抹之外，很常是用来导入，还有厚涂，然后再敷面膜。我每次大量使用完之后，皮肤都是恢复的很快，而且它也是没有任何香味，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，成分里面有5种的神经酰胺，修复效果一流。基本上它整个系列的成分都是类似的，大豆的发酵物以及大豆的成分，角鲨烷啊，5种神经酰胺、乳酸菌发酵物等等，保湿滋润度也好，但是它的乳液锁水
能力没有面霜那么好，蛮适合春夏天的时候用了。如果你的皮肤是混合性偏干一点点的，会特别适合使用它。但是秋冬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用到面霜。可是如果你皮肤很油，就不太建议用这款。你可以用它的精华液，精华液质地比较水润的，还有化妆水也是不错。化妆水没有成为我的年度爱用之一，因为它的化妆水比较普通，不代表它不好用，它也是好用的，只是好用的化妆水太多了。乳液之后我已经分不清楚哪一个滋润度是比较高，好像都差不多。那我先分享这个美白的面霜，这个美白面霜是我今年2024年都还蛮推荐的一款，但是它的保湿度还蛮不错的，质地不会过度滋润，有一定的锁水能力，也是属于一年四季所有肤质适合使用。它的肤感做得非常好，而且它里面很多抗氧化跟美白的成分跟使用感受都很温和，所以适合所有的敏感肌啊。想要温和美白朋友们可以叠加这款面霜，它的内容物是紫色的面霜，肤感是很保湿的，主要成分添加了67.1% 的葡萄水，3% 的葡萄果实提取物，还有烟酰胺、传明酸，500 ppm 的维他命 C 的衍生物，白藜芦醇、熊果苷，多种的积雪草配方，还有多种的玻尿酸的成分，以及一些植物的提取物。它的成分跟精华都是类似的。我上次讲精华好像不小心讲错，我以为它是纯维他命 C 的添加，其实它是维他命 C 的衍生物添加，相对纯维他命 C 会比较温和一些，而且也没有泛黄的问题。不过它的添加量是比较低的，只有 0.05% 左右嘛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。因为它的质地很好，不会搓泥，然后又温和，很多的抗氧化的成分，特别适合白天的时候使用，可以帮助对抗自由基。我是很喜欢它的使用感的，皮肤敏感的时候用它也不会有刺激感，也不会造成皮肤不稳定，是一款蛮稳定的面霜啊，这个推荐给你们。接下来这款也是新的产品，没有分享过，就是 Nourish。这个品牌它是大豆神经酰胺面霜，我觉得这两个会有点相似，但是使用感受有点不一样啊，成分有点类似。面霜质地会再清爽一点的，非常的舒适。这个面霜质地我觉得春夏天的时候用应该也没问题了，就少量使用就 OK 了。相比Matsuyama它会再清爽一点点，但是其实也蛮滋润的，秋冬使用都很适合。这款 Nourish 的大豆面霜啊，总成分大概有52种，偏多一些些，主要的成分添加了5种的神经酰胺，还有植物硝胺醇，以及多种的乳酸菌的发酵物，另外还有添加一些植物的油脂、烟酰胺、小竹素蜡、多种玻尿酸的成分，以及一些植物的提取物。觉得虽然成分看起来好像偏多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使用感还有看整体的配方都是不错的，它是很温和的，使用感受很舒服。松山油脂的大豆神经酰胺面霜，两款肯定会有人问哪一个比较好哦。我比较喜欢松山油脂，因为它的成分比较少，比较精准一点，而且使用感受也是我很喜欢的。以成分来说，我会更喜欢这款面霜，但是其实使用感受也没有到差很多。但是我觉得舒缓效果，Matsuyama这款会再明显一点，再好一些的。Nourish 这款面霜呢，它的设计还不错，我很喜欢这一种设计啊，卫生又方便，它是没有任何的香味，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G 添加。当初我是在虾皮买的，可以搜寻看看，但是蛮冷门的这个品牌。另外我有买它的精华，它的精华没有它的面霜好用，精华还可以啦，质地还不错，但是它有添加精油的成分，所以我觉得用起来相对会比较刺激一点。它的精华平常用是没问题，但是在我皮肤不稳定的时候用就会有一种刺痛感。这个就是它的精华，精华质地使用感受是好的，就温和度差那么一点。它的精华也有5种的神经酰胺成分呢，而且它有添加82.8% 的大豆提取物，成分好像还蛮不错。但是它有添加一种叫做姜脑皮油，这个精油了，我觉得还是蛮刺激的。平常使用还好，但是皮肤不稳定的时候用，它会有一种刺痛感了。这一部分就扣了一些分数了。它的精华相比它的面霜会更适合敏感肌，更温和一些。不过它的面霜大豆成分就没有它的精华那么高了。有时候看成分很不错，很多的舒缓成分，可是有一些
精油或是有一些刺激的成分添加，就会综合掉了，就变得比较可惜了。接下来的面霜分享是我今年用到特别喜欢的是 B Lab 的苹果神经酰胺面霜。这款面霜的质地比较浓郁一点，有点像晚霜、乳霜的质地，它的颜色带有一点点粉肤色，闻起来是没有任何的香味哦，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一种的质地，比较浓郁，但是它涂抹完之后不会闷皮肤，保湿跟滋润度很足够，锁水能力也非常好，特别适合当成晚霜去使用。其实这款面霜也很适合在化妆之前使用，当做打底，它可以让妆容更加的持久一些。有时候化完妆之后呢，皮肤会比较容易干燥啊，我在化妆之前也很喜欢先使用它打底的，可以薄薄的一层，就不会太过滋润。现在这个天气是特别适合使用的，但是如果它的用量少一点呢，其实滋润度也会减低一些，可以自己去拿捏。这款修复霜呢，它添加了2% 的神经酰胺 MP， 另外有添加烟酰胺、角鲨烷、玻尿酸、多种的乳酸菌发酵物、B5 多种的植物提取物，还有5种的神经酰胺成分以及胆固醇。它是添加了5种的神经酰胺，但是神经酰胺 MP 它有添加2% 比较高浓度的。其实呢，神经酰胺呢这么多种类了，不一定是所有产品呢都会添加这么多的神经酰胺呢。我觉得有添加3种以上已经很不错的，但是神经酰胺 MP 在我们的皮肤含量会比较高，所以呢，你会注意到外面的产品通常都是添加神经酰胺 MP， 就是神经酰胺3这个型号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个人是觉得越多种类的神经酰胺呢，修复效果也会比较好。之后就是浓度要高，还有如果有添加植物鞘氨醇啊、胆固醇这种成分可以一起配合，通常效果都蛮不错的。这是我的以往使用经验呢。我看它的成分也不少，大概有51种左右，但是它的成分其实蛮不错的，而且它的使用感受的确修复效果非常有感的。然后仔细看一下，它还有添加一个叫做伊科多因。伊科多因这个成分，它是属于一种矿物质，可以提升保护皮肤的效果。这面霜我也差不多快用完了，非常喜欢它。上一次出国去香港的时候也有带它，你也可以把它当成颈霜去使用了，它不会很黏腻，还蛮舒适的。它是没有任何的香味，成分里是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。这个产品蛮高 CP 值的，在虾皮可以找到。这次他们的新产品呢，的确是蛮好用的，是推荐。接下来这款 Perito 的面霜，我觉得也很不错。我对它的喜欢度跟 B Lab 差不多，但是它的质地会再清爽一些。其实修复效果我觉得蛮相近的，及时的镇定效果是差不多，但是深层一点的修复功能、修复效果是 B Lab 比较好的。Perito 这款是积雪草的面霜，主要成分添加了50% 的积雪草成分，另外有添加2% 的烟酰胺以及多种的积雪草的配方。其他的有效成分有添加角鲨烷、乳木果油、甜菜碱，还有一些植物的提取物、神经酰胺 MP 以及植物鞘氨醇等等。它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没有任何的香味。它的质地会比 B Lab 这款清爽一点，是白色的面霜，很好推开的。质地有点像 The Lab 的微分子玻尿酸面霜，它是不会搓泥，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使用感真的蛮舒服的。另外这一款呢是纯素的配方，价格也不高，可以在虾皮搜寻看看，应该蛮容易找到的。我觉得它的修复效果是蛮不错的。我觉得今天真的推了蛮多的面霜，都是我很喜欢，主要都是修复，除了质地有点不一样之外的那个镇定的修复感都是不会差太多。那就分享到这里。接下来我要分享这两款呢是最滋润的。首先要分享这一款妈子亚妈松山油脂大豆神经酰胺面霜，这款是连续2年爱用的面霜之一啦。那我就不多说了，因为都是差不多的用词啊。它有5种的神经酰胺，还有一些大豆的成分，舒缓效果非常好，而且成分也很单纯，没有香味，没有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。这款面霜的修复效果
很好，很棒，很不错，是我最喜欢不能没有的一款面霜。今天如果要我选一款我最喜欢的面霜马上给你选这个。最后一款面霜是这款，这个也算是美白成分的面霜，但是主要还是舒缓比较多，舒缓保湿滋润。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质地我超级爱的，比较浓稠的乳霜状，它的颜色是蓝色，天然的，没有添加人工色料，因为它里面有添加南柑橘的成分会有一点点带蓝色调的。它的蓝色系列我都蛮推荐的，适合敏感肌使用。它是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和 PEG 添加，但是有添加一些植物精油，闻起来有香草根的香气。主要的成分添加了甘草根提取物、B5、甘草酸2钾、贝塔葡聚糖，以及一些植物的提取物，还有一些植物的油脂。我喜欢它的原因是质地使用的感觉很舒服，我是特别喜欢香草根的香气，觉得很温暖，而且它的质地涂抹在脸上呢是非常有保护感的，它不会黏，不会闷皮肤，可是有一定的厚度，锁水能力很好，很喜欢在晚上的时候使用它。你要说特别完美、特别适合敏感肌的面霜，我就不会推它，这个只是我个人喜欢而已，使用感是好的，我使用是温和的。看整体的成分，我就会比较推荐前面的那些产品了。这个产品之后，其实还有2个产品我忘记拿出来，就是这款 COSRX 的视黄醇面霜，一款是 0.3% 的，另外一款是 0.1% 的，其实使用感受都蛮相似，差不多。但是硬要说的话，我觉得 0.1% 的肤感会比 0.3% 的好，会比较清爽一些。2款都会有保湿滋润感，可是不会很油腻。它们的全成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，除了浓度不一样之外，我觉得都是蛮推荐的。2款面霜都是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EG 添加。0.1% 这款已经用掉3瓶了，0.3% 是刚用完1瓶，因为后期才出，都很推荐啊。刺激度会明显不同，0.1是比较温和，我个人还是偏爱0.1的面霜会比较舒适，都是推荐的，可以交替的使用啦。用完皮肤真的很光滑，我都会脱皮。0.1这个呢，后期用到已经没那么容易脱皮，要用量多一点，还有持续用个5-6天才会有一点脱皮的情况啊。我的皮肤耐受度用到后面已经提高了。0.3% 呢，其实也还好，我连续用3天，这款我连续用3个晚上之后，隔2天就会脱皮了。它的脱皮状况呢，我是能够接受，没有很疼痛还 OK， 但是有一定的刺激度，比起 Dr. Tripp 的 1.5 的视黄醇精华不能比， 1.5% 那款明显高许多，效果也比较好了。但是想要入门款呢，可以先试试 COSRX 这2款的视黄醇面霜，都是很不错的抗老成分。终于讲完了，好，那么今天的年度爱用面霜产品都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响当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